根据统计，一年有超过200万外国人接受韩国医疗服务，其中来自台湾的就约有18万人。为什么韩国医疗观光快速成长？这次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邀请韩国医疗机构代表交流，深入了解制度、保障、合作可能。韩国怎么做到的呢？200万人赴韩，台湾能跟上吗？台湾观光产业的机会在哪呢？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这是属于私人的还是国家的2012年从首尔移动到了庆州。我们现在目前在推广医美的这个部分，除了客人自由行以外，因为我们是做团体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客人他们想要到韩国做医美，想要参加团体，可是我们会考到就是说，可能是会有一些医疗上的问题、医疗纠纷，所以我们就不敢推这样子的一个行程。那如果我们的行程里面包装了就是你们推荐的这一些医美诊所的话，那你们可以给我们的客人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吗？万一我们不敢推，就是怕会有医疗纠纷，你们会给客人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保护我们旅行社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了，我一直很想包装，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是就担心会有后续医疗的问题，所以一直不敢做这样的一个。这些要招揽我们外国人、引进外国人的患者的话，这些就是医疗机关都必须要经过就是政府的认证，所以就是如果没有登记的话，是没办法进行相关的就是外国患者的引进。然后这些就是机关，就是他们必须要经过专门的认证，所以他们就是如果需要就是医疗相关，如果真的有需要赔偿的话，这些保险是有包含在这些医疗机关的里面的。我们现在这个韩国保健福祉部就是正在做这个就是外国患者就是招揽的制度正在就是做这个进行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医疗机关都可以就是进行，只是医疗上的安全性，然后像包括就是为了外国患者就是可以更便利的使用，就是还有像是翻译口译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就是初期为了我们这些医疗旅游过来的这些患者们，所以就是我们有在仁川机场跟首尔都会有设有就是相关的中心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Medical Korea 的官方的网站会有就是更详细的就是情报，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首页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医美中心它是有经过政府的认证？所以到时候，比如说，可能你们可以推荐我们随便哪几家嘛，每一个釜山啊、首尔什么各个地方的城市都有，那可以给他们一个 Medical Korea 的这个证明。对。然后我们送客人过去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是最大的保障就是政府会来给客人一个最后的一个保护嘛？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会有保险啊，因为他们可能这些那个诊所，他们都相当有帮外国人保这个险嘛。对，但是如果有政府来背书的话，我们就会更放心推。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就是那个认证，如果就是没有就是经过认证的一些医疗机关，然后如果去跟外国患者接触的话，是在韩国是很不合法的。全韩国都有吗？还是在特定的某几家？4500多家，其中有认证的是30多个。多个30多，这样子好啊，这样子多，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样才表示说它是有筛选过的。如果你太泛滥的话，那就是大家都认证。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登录的话也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所以就是有登录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合法做的。对，它的登录应该就是它必须要有这个准的执照，它才能够营业嘛。对呀。然后是不是被他们认证？应该是没有。制度就是才刚开始，所以就是慢慢的。然后登录的话，就是它也是有一定的条件。去年
件。台湾是2万，然后台湾的话是18万。现在台湾有多少人去？然后我的朋友说他不只去做医美、植牙，又有人去割白内障。根据我们就是去年的统计，就是台湾人包括医美诊所、牙科、我们的医食健科。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证很重要啊。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你说有大概30家左右是有经过认证的嘛？那他们的收费是会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吗？还是各家自己定？这样会不会价格很混乱？这样会。因为我们现在价格的话，是我们政府这边没有做统一，就是基本上是医疗机构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定的。对，一边就以民间马克。认证的那个标识。这到时候可以给我们。就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去做这个医疗的这个有没有可以退税？到去年为止，好像就是退税的制度就是没有。对。为什么？因为帮他事情。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就是我们的政策大概每5年会更新一次，初期可能因为是刚开始，所以可能就是制度上面可能没有，就是可能想要引进更多人，所以就是可能制度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为了要达到更好的生意很好，所以就终止这个。他们现在是没有退税吗？对。看一下他对市场的反应有没有会降下来，对不对？对，然后如果说有一定的影响的话，他们就会重新讨论一下会不会把这个复活。这样我这样晚一点再做好了。出来招揽这个医美团嘛，建议包装的是哪些项目？比如说可能要动刀那些，我们可能要住院啊还是什么的，那个我们可能旅行团就比较不适合。那你们会比较推荐什么样的项目？那我们包装在我们的行程里面。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好像就是台湾人希望去韩国做什么样的治疗，好像会比较重要这样子。然后最近比较听说就是像是眼科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健康检查，就是好像蛮多台湾人会去韩国做相关的治疗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女生很喜欢。我跟我自己的好朋友一讲，大家都很有兴趣。他有医生，一个院长出来跟我们做洽询，然后有一个翻译的那个中国人，然后就跟我们解释。那我觉得蛮好的，他们没有强迫推销。医生来跟我谈的时候，我可能要做10项，他觉得都不行，要做10样，那我自己就挑了我想要做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基本如果说完都会做的。院长很帅。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因为你去的是我们有登录的机关，所以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会维持的比较好。是，不过我觉得相对它的价钱比较高，因为我路上碰到了另外的自由行的台湾人，他们已经去韩国3次了。我们在那个地铁的时候碰到有人刚好要去买卡的台湾的女生，然后我们就跟她聊了起来。她说她来3次了，因为他们的脸上有贴了贴布，然后我们就问她说。你们来做的吗？他说是，他们来第3次了。那我们聊了一下，他们去的地方比我们便宜，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个我们副理事长说的。我觉得这个认证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因为这中间我们4个朋友里面有一个朋友，应该说2个朋友，他们做相同的一个一个人要200万，就这一个疗程就要200万，199万的韩币。那2个同时做完了呢，2个体验不一样。在做脸的这时间很烫。另外一个他说他完全没感觉到有热，同一个的 item 就是同一个手腹波，同一个医生做的吗？应该是不同医生，应该是不同医生做，同一个一个产品。后来呢，我们去申诉了。所以那是机器的问题吧？我觉得是医生跟机器都有问题。那你医生怎么会不知道他的 power 不够？医生他会跟你讲说他现在要打多少张。后来我们申诉以后，隔天他把这个钱全部退给我这个朋友。我们当天申诉啊，可是因为那时候比较晚了，然后那个医生又去查，确认完以后是说他们有 mistake， 就有疏失，所以隔天就请我们去退费了。那我回来，我的朋友都跟我说，而且他们觉得跟台湾的价钱比起来，好像 Korea 比较便宜一点，对，便宜一点。所以我觉得你们来的非常好，我们可以要安心的去找可以有认证的医院，然后我们推荐给我们的客人，这样子的医疗纠纷才不会有
问题。有一个可以访问关于可以了解医美诊所这些的访问机会，他们是 Medical Korea， 然后他们有一个进行会议，然后他们会议里会邀请买家和讲家来，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你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今年的话，他们这个活动是已经结束了，然后明年初会再一起进行这个活动，然后他们说可以在这时候邀请各位到韩国来参观一下这个活动，然后更了解一下医美相关。那他们邀请的对象是谁？海外的政府机关，还有关于旅行相关的机关的负责人。对啊，很好哈，到时候再看什么给我们，觉得这个蛮好的。既然都是已经专程过来推广台湾的嘛，虽然说你们的那个医疗会议已经那个 meeting 已经结束了，那可不可以 for 台湾单独拉一个日期？有没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那给我们工会啊，或者是一个 fan tour，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过去参观看一下，那我们可以提早做推广。下半年的计划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内部还要再进行讨论，然后想再跟你们多报告。没关系，这只是我们希望可以这样的样子。那对于你们这公家单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台北工会来协助的？持续的维持这个合作的关系是他觉得最重要的。因为刚刚你介绍说，因为他们是主要是公家单位，是制定制度的那一些法规嘛。你说在业务面你们是不方便去推广其他的一些诊所嘛？那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来协助，或者是来推广，或者来宣导给业者的？前面讲过就是那个面普鲁雅的活动，就是目前最需要的这样子。我觉得像这个像我们讲这医美结合旅游啊，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路径，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这种服务旅游的行程当中，包括你们这一次来这个社展，你就看到这个人潮，加上你们这个台湾的医美，其实刚刚我们几位理事长讲的，是很流行的，很多人去打，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的一个当然合作的关系是需要一直去持续维护的，所以欢迎你们明年后年一直来跟我们 TT 做合作，因为我们这样旅游的人潮是可以带动你们在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医美的一个系统。这次的摊位就是效果跟反应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真的哈，效果好，因为大家都想要去问医美，如果有机会可以多邀请在那个验证这个合法的这一些医院嘛，他们来这个现场，也可以顺便1对1的去做面谈的交流，让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众更了解。所以我们刚刚几位副理上有讲嘛，未来如果先去看了以后，回来他们就会自己会包装行程。听说釜山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一个地区。非常感谢就是今天大家给我们的建议，然后我们回去之后会再进行相关的讨论，谢谢。来，我们来帮韩国医疗来做个广告，这样子，做广告。